你敢信聂小倩都能和兰若寺的千年树妖姥姥当闺蜜了？别看吵得凶，句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和宁生是真心相爱。你是真心，那书生是真心吗？他陪我上路，步步难关，却从未留下我一人。相知相伴，从来只是开始容易。曾经有一个男人也曾爱红木，最后也是他欺我、负我、害我，将我的真心踩入尘埃。的确，国风动画电影《小倩》中的这位姥姥还真不是反派，她不仅成全了小倩和宁生，还在两人陷入危险绝境之时留有后手，助一对小情侣脱困。从姥姥的台词里能看出，她曾经也是个多情女子，虽然现在是靠吸食人类的阳气才得以驻颜有方，但你想知道姥姥的真实身份吗？且把时间回溯到1991年，由程晓东导演、徐克监制的《倩女幽魂3：道》中，看看兰若寺女鬼小卓的服装和造型，你就知道姥姥的前世今生了。怎么样，你就说像不像吧？虽然导演毛启超并没有说过这是对《倩女幽魂》的致敬，但小生猜测他大概率和小生一样，也是老港片的影迷。更令小生感叹的是，历时5年，遭遇各种坎坷，最终把《小倩》这部动画电影搬上大荧幕的毛启超导演，曾经是一名特种兵。我在部队待了5年，专业的话是属于拆弹。在部队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画画。1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短片，去戛纳电影节展映，很多外国的观众，他们眼神里面有放光，但是他们不相信是中国人做的。这个呢，就是我做小倩的动机。这不就是现实中的铁汉柔情吗？毛导笔下的小倩是一部刚柔并济的国创作品，柔在古朴国风的意境和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气质，刚在架空原作的想象力，比如压迫感十足的太上鬼市、百鬼夜游的地府、瘴气弥漫的黄泉狱、高悬夜境的幽冥殿，还有我们无比熟悉的兰若寺与奈何。这些原创场景随便截一张图都可以当桌面壁纸，但也许你会说，要凭画面质感，那国漫的精品可就多了。何况《倩女幽魂》的故事已经有太多改编作品珠玉在前了。可小生愿很负责任地说，这部小倩贵在剧情。在中国神话题材改编的动漫作品里，小倩的剧情不说吊打，也足以列入第1梯队。不信，敢问诸君，有几人拜读过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中聂小倩的原文呢？即便在上世纪80、90年代，徐克主导的《倩女幽魂》3部曲也是对原著有大幅改编杜撰的，因为原文中根本没有兰若寺，也没有姥姥这个角色。聂小倩也并不是见不得阳光的鬼，原文中对她的形容是肌影流霞、足翘细损、白昼端相、娇艳尤绝，意思是聂小倩肤白貌美，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候显得更加娇艳。这说明聂小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鬼魂。就这一点来看，许多影视作品都只呈现出了小倩的美，没有展现出她的不同，而动画电影小倩在这一剧情改编上做了补全。全阴之体，集万千怨气，应剑而出。全阴之体一旦失控，不开始。因为是特殊的玄阴之体，和宁生私奔的小倩不光要被地府追捕，还要被以燕赤霞为代表的人间捉鬼天师团四处围堵。这一剧情设计让小生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可不是小生故弄玄虚，还得说回小生热衷的《聊斋》原著。为什么原文里当聂小倩还阳后和宁采臣终成眷属的婚礼上，宾客们对新娘子的反应是一堂尽斥，反不疑其鬼，疑为仙？因为此时亲朋好友们都知道小倩是女鬼了，但真正见到后才觉得哪里是鬼，简直是仙女啊！这看似是一个喜剧结局，但深层含义细思极恐。聂小倩做鬼的时候被夜叉鬼胁迫，不得已去害人，被宁生救下后回到宁生家里，还要和心爱之人保持距离，因为宁生在原著中是有原配妻子的。聂小倩唯有悉心侍奉宁妻和宁母，直到宁妻病故，才能和宁采臣喜结连理。也就是说，她做女鬼饱受阶级压迫，做女人又要被封建礼教的3从4德束缚，只能靠忍耐和服从才能熬出头。现在知道为什么小生说动画电影小倩的剧情好了吧？地府和人间天师团的追杀，正是对小倩人鬼两难、双重困境的现代化改编。自此，困住聂小倩的不再是兰若寺，而是不是我容不下
是这世间容不下的。再看宁生，原文中聂小倩对宁采臣的欣赏无非2点，其一是廉于自重，其二是生平无二色，意思是宁采臣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前篇提到过，原著里的宁生有妻室，所以最开始看到美丽的聂小倩并不为之所动，聂小倩给他的黄金也被他丢了出去，而但凡觊觎美色或贪恋钱财的人都被夜叉鬼摘取了心肝。原文以此隐喻，贪财好色者皆会沦为没心没肝之人。众多影视改编作品里的宁采臣也大多是一个木讷正直的文弱书生形象，而电影《小倩》中的宁生不同的是多了一点勇气，一丝执着，还有一份切实的行动，再加上两生两世的设定，让这个传统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接地气儿的情怀。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那些只是我想要，却未必是你想要。我宁生今日娶聂小倩为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但如果把这个故事仅局限于爱情，就又落于俗套了，那么就必须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反派。这个叫青衣的无脸男判官将以爱为名蛊惑宁生和自己做一笔交易，愿意用我生生世世换他一世无忧。宁生，我对你们的真情所感，可以破例帮你一次。把小倩交给你，真能兑现承诺吗？言出必行。当然，交易的背后自然会有阴谋，也会随之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反转。至于反转有几重，总之，相信小生，小倩这部国创绝对值得你的一张电影票。无论人生还是爱情，我们似乎看过了太多的反面教材，也听够了那些千篇一律的鸡汤。连小生也无数次说过，愿望和勇气都是发自内心的，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但当影片的3D 动画转场至2维水墨之时，小生的心也跟着化繁为简的降维了。谁不希望心底的念念不忘能有所回响，拼上此生决意才鼓起的勇气，能有一个值得付出的对象呢？我从来就只有一个心愿，我不想跟你分开啊！既已选择，可不要后悔。我愿不会。你才是我不讨厌人间的理由。